喜欢看完结文的不要错过，9点8分爽文，一口气看完。正文开始，结婚当天，新郎逃婚了，我转头就嫁给了他爸，做不了新娘就做你的新娘。他回来时见我还在他的家里，以为是我死皮赖脸不愿走，从身后牵出一朵清纯小白花，直言这才是他的真爱，让我不要痴心妄想。我微微一笑，握住身旁男人的手，大儿子、儿媳妇，先叫声妈来听听，我是明氏集团的千金，今天本该是我与于氏公子成婚的日子，原本应该出现在婚礼上的新郎却不见踪影。你是说于思远逃婚了？我声音冰冷，据说是这样的，女仆颤颤巍巍地陈述着。我爸妈也气愤不已，为了这场婚礼，林家跟于家几个月前就开始准备，京都各大豪门全部都收到了邀请函，媒体们争相报道。在此期间，若是于思远对这场婚礼有什么意见，随时可以提出来。到结婚时弄出了逃婚，这简直是当众打明家的脸。爸妈安抚了我之后，便匆匆忙忙离开商量对策去了。正在我缩在角落里思考着这场订婚宴该如何进行下去之时，门口传来一阵骚动。我下意识抬头望去，映入眼帘的是穿着黑色西装，拥有着一张俊美容颜的男人。此人是于家现任掌权人于唐，也是于思远名义上的爸。35岁的年纪，看上去仍像是20出头。于唐平常极少出入大型场合，就算是我见过他的面，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。在看到这个男人的一瞬间，宴席里各个家族的人都争先恐后挤了上去，望着于唐那张俊美的脸蛋，我的脑海中突然冒出了一个疯狂的念头，看着于唐礼貌地回绝每个人，然后大步朝我走来。于叔叔，我露出礼貌的笑容，声音中却夹杂着一点委屈。下一秒，于唐宛如大提琴般低沉好听的声音响起：倪小姐，这次让您受委屈了，我已经派人去抓他了，抓到后任你处置，我会跟大家说清楚，婚礼延迟，本次损失由我于氏全部承担。这确实是个完美的解决方案，但我现在有了更好的选择。于叔叔，我自小与于家定下亲事，但结婚的对象不一定非要是于思远吧？什么？情况转变得太快，于唐一时有些没反应过来，反应过来后，他目光变得幽深。当然，那你想选谁呢？我露出了一个甜甜的微笑，然后毫不犹豫朝着于唐伸出手。你愿意成为我的新郎吗？于唐虽是于思远名义上的爸爸，却并不是于思远的亲爸。有传言于唐不行，至今未成婚。25岁那年，他从旁系过继了一个孩子，那个孩子便是于思远。不行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，现在医术这么发达，我相信肯定能治好的。如果实在治不好，丁克似乎也不错。于唐看着女孩露出的明艳笑容，挑了挑眉，你确定吗？当然，我毫不犹豫。比起于思远，于唐这个爸可比他帅了不止1、2倍。就算是不行，每天看着他这张俊脸，也心里也舒坦，总比被于思远这个丑逼在背后戴绿帽子强。于唐定定看着我，好，骨节分明的大手与白嫩的小手紧紧握在一起，我的心也随着一震。这场婚礼直接就换了主角，甚至不用换衣服，雪白典雅的婚纱配着于唐身上量身定制的黑色西装，两个人登对的仿佛本就该是新郎新娘一般。能来婚宴上的各位全部都是人精。于思远逃婚过于突然，没有刻意的隐瞒，婚礼上的各位都知道的差不多了，记者们更是闻到了瓜的味道，他们迫不及待举起摄像机对着台上，等着看京都2家权贵的闹剧。看到我挽着于唐上台，有多少人都惊掉了大牙。对于直接换新郎的操作，他们表示很服。司仪拿着新出炉的单子，十分敬业地介绍新郎新娘，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。于唐拿出戒指给我戴上，我也拿出戒指给于唐戴上。给于唐戴上戒指时，我发现戒指不合适，眼中露出歉意。这个戒指是于思远的尺寸，时间紧急，戒指来不及做了，还好能勉强用。交换戒指，接着便是新郎亲吻新娘，我难免有些紧张。于唐在外的形象就是洁身自爱，仅有的几次出席活动连女伴都没有，他会愿意吗？我有些后悔，因为自己的一时兴起把于唐给拖进来了。正在我胡思乱想之时，忽然感觉嘴上传来一阵柔软触感，我不可置信地睁开眼睛，映入眼帘的是于唐那张找不到一丝瑕疵的容颜，似乎是察觉到我的震惊，于唐伸手托住我的后脑勺，加深了这个吻。我也缓缓闭上眼睛，耳边是宾客们祝福的掌声。对于我突如其来的选择，爸妈并不知情，但对于周围人的恭贺，也只能笑着应对，总不能当众打他们闺女的脸吧。趁着敬酒时，妈拉着我的手进了屋子里，我爸也在里面，锁上门。蓉蓉，这怎么回事？你怎么突然就跟于唐在一起了？因为他长得好看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这一时兴起的冲动。好看？我妈想想于唐那张脸，好像确实挺好看的，但他比你大10几岁啊，他小学都快毕业了，你才刚出生，这有什么？不都说老男人会疼人？我厚着脸皮，可是据说他不行啊。我妈依旧眉头不展啊。正在我绞尽脑汁想着该怎么糊弄过去时，门被人敲响了，咚咚咚。我妈打开门，门口站着的是于唐，不知道是刚来还是站了一会了。爸妈脸上迅速挂上大方得体的笑容，仿佛刚才怀疑人家的不是他们一样。于总有什么事吗？我有些事情想找伯父伯母谈一谈。于唐跟我爸妈不知道聊了些什么，短短一会功夫，他们便不再反对这门亲事，反而十分看好于唐。于唐也好，有能力有手段。我爸对于唐的能力表示认同，虽然年纪是大了点，但这种男人才能保护得住自己的宝贝女儿。于思远这种临阵脱逃的，配不上他的女儿。婚礼过后，我便住进了于家的大别墅，这个地方是于唐自己的住处，我也是第一次来。里面的装修简约，可以用黑白灰3个字概括。一天的应酬忙碌让身上沾上了酒味与汗味，于唐先去洗漱了。我坐在沙发上休息，耳边是哗啦啦的水声，透过浴室的磨砂玻璃，隐约能看见里面的人影。我有些不好意思的红了脸，没有再看。过一会，水声停了，我下意识抬头看去，于唐从浴室走出来，他身上穿着浴袍，敞开的领口露出健壮的胸肌，以及隐隐约约的腹肌。我有些呆愣住，没想到啊，这男人身材这么好。看着我直直盯着他，于唐嘴角勾勒出了一抹浅浅的笑。蓉蓉，去洗个澡吧。低沉磁性的声音响起，意识到自己居然看他看呆了，我害羞的躲进了浴室，脱了衣服，水冲在身上，耳边还回响着于唐喊的蓉蓉，之前怎么没发现他那么勾人？洗完澡，我忽然想起来没把衣服拿进来，没办法，我只能小心翼翼把浴室门打开一个缝，露出半张脸来。于唐，我忘记拿衣服了，能不能麻烦你递给我一下？就在沙发上的那个袋子里，你一起递给我就行。半晌，外面没有回应，我有些疑惑，于唐出去了吗？正在我准备再问一遍的时候，传来一声回应，好听的声音多了一丝阴哑，接着外面便有人走动跟袋子窸窣的声音。没过多久，于唐来到浴室前，给你。我小心翼翼打开一点门缝，露出手臂，衣物被放到了手中，谢谢。合上浴室门时，我不小心对上
上了于堂的眼睛，那双深邃的眼睛里似乎燃烧着火焰。在望着手里的贴身内衣时，我的脸红了个彻底啊！我明明是让他把袋子一起递过来的，在浴室里磨磨蹭蹭了半天，终究还是要出来的。我心一横，推开门走了出来。于堂这会已经换好了睡衣，正坐在床上拿着一本资料看着，看见我出来了，便合上了资料。见他脸上并没有任何打趣的表情，我也松了口气。刚好我还有一些正事想问他，于思远的事你打算怎么处理？似乎早就猜到我会问。于堂拿出刚才看的资料递给我看看，我走过去接过资料，里面是于思远与一个女孩的相识过程，类似于古早虐文里的富家公子跟清纯小白花。对于这位小白花，旁边还贴心的贴了张照片，真的就是清纯小白花。这两人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，经历了一段又一段的虐恋和好，直到昨天晚上，小白花得知于思远要结婚了，哭喊着给于思远打了一通电话。于思远心疼了，后悔了，抛下即将结婚的未婚妻，连夜跟自己的清纯小白花私奔去了。好家伙，要不是我自己就是这个未婚妻，真的是要祝福一下。可很不幸，我就是这个倒霉的未婚妻。妈的，这两人早干嘛去了？看资料上的时间显示，两人虐恋都2个月了，比婚礼筹办的时间还长。于思远但凡透露出那么一点信息，我都不至于这么生气。于思远现在已经带着他的小女友去国外旅游了，我派人去把他押回来。若是你愿意，我们之间的婚礼可以不作数。于堂也看出了我的怒意，以为我后悔了，声音淡淡道：反正我跟他也没领证，只是办了个婚礼。可我怎么会后悔呢？丢了的垃圾捡了个宝贝，这简直是我的幸运。我们结婚了，我便是你的妻子，明天我们就去领证。我非常认真。于堂看出我的话是发自内心，他也认真起来。好，你之前说于思远任由我处置，还算数吧？我突然露出一个顽劣的笑，随你，很好，我要你冻结他的卡。没有了资金，我看于思远还怎么跟他的清纯小白花这么舒坦的在国外旅游。于堂看出来了我的恶趣味，非但没有阻止，还煽风点火。从今天起，我会收走他名下所有资金。夫人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突如其来的夫人让我愣了一下，反应过来后，脸不自觉又红起来。我觉得很好，能让他过得更惨，我自然更高兴。解决完渣男，便到了下一个环节。那我们休息吧。于堂似乎是真的困了，抬手关了灯，四周一片漆黑。我僵硬的睡在床上，不敢乱动。头一次结婚业务还有点不熟，接下来应该咋办？洞房花烛。正在我想着要不要主动出手的时候，睡吧，在你愿意之前，我不会动你的。我松了一口气的同时，又想到之前听到的传言，一个如花似玉的大美女在旁边，于堂真的能忍住？难道真的不行？刚刚闭上眼睛，于堂眼睛又睁开了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刚才不小心把心里话说了出来，赶紧补救装死。然而闭上眼睛还没2秒，我就感觉身上多了一个身躯，骨节修长的大手放在柔软的细腰上，温热的呼吸洒在耳边。不如夫人亲自试一试。事实证明，不要惹一个禁欲多年的老男人，否则后果自负。第二天我起来，已经日上3竿了，身边是凉的，于堂不在，也是大总裁很忙的。我饿得肚子咕咕响，下楼觅食去了。出乎意料，于堂正坐在餐桌旁，手中握着一本杂志在看。夫人起来了，昨晚休息的还好吗？今天的于堂没有穿西装，上身穿着简单的白色衬衫，衬衫领口微微打开，隐约能看见里面的痕迹。想起昨天，我脸上再次起了红晕，嘴上却不甘示弱的回道：休息得很好，堂堂。听到这个称呼，于堂嘴角的笑更加放肆了。看来夫人对昨晚很满意，那我也就放心了。谁夸他这呢？老男人脸皮真厚，比不过，真比不过。我哼哼唧唧坐到了餐桌旁，我饿了。于堂宠溺的笑着，去厨房把一只温热的食物给端了过来。你刚起也吃不下太油腻的。桌上的早饭很简单，一碟包子，2碟小菜以及1碗粥。我饿得不轻，也不计较这么多，迫不及待拿起一个包子尝了尝，眼睛瞬间一亮，好吃哎，真好吃。这包子是谁包的呀？于堂笑而不语。我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，该不会你包的吧？于堂轻飘飘的一句话承认了，合夫人的胃口就好。我很想说一些打击的话，但味道是真的很不错啊。人不能昧良心，看我吃得开心，于堂也很满意，不枉费他专门去学的厨艺。磨蹭蹭吃完饭，时间已经不早了，我上楼换身衣服。选择嫁给于堂这个决定太突然，也没有提前备。别墅里没有女士衣服，我的衣服还是从娘家带回来的。于堂眉头微皱一下，出去打了个电话，再回来时我已经收拾妥当了。走吧，堂堂。好。于堂今天穿着白衬衫搭配浅色牛仔裤，一眼看上去像个青葱大学生。不过我红着脸看着他衬衫领口露出来的锁骨以及下面的红色印记，你就这么去吗？不行吗？于堂不解，我只能上前给他整理了一下领口，然后挽着于堂手臂就往外走。于堂低声笑了一下，大手握住了我的小手。随着结婚照新鲜出炉，我跟于堂真的是夫妻了。就这么告别单身生活，我还有些不习惯，但看看结婚照上的俊男靓女，真般配啊！我眼光真好。于思远跟那小白花出国去旅游，断了他的卡，没有钱，最多2天就该屁颠的回来了。我现在特别期待于思远回来，看见我成为他妈的场景。于堂真的很贴心，领完结婚证之后回到家，我就看见原本空荡荡的衣柜里被塞满了各种衣服跟首饰，里面全是品牌当季的新款。时间紧急，没来得及定制，你先勉强用着。于堂道，虽然这里面有不少衣服我本来就有，但对于于堂的心意，我还是非常满意的，赏了他一个吻。正如我所料的那样，所有的卡被冻结了。于思远在国外简直寸步难行，他身为一个集团的大少爷，口袋里从来都没装过现金。幸亏有身边的小白花，小白花从跟于思远在一起之后就没再上过班，幸好手里面还有一些之前的积蓄，要不是小白花，他估计都回不来了。小白花原名叫吕一，她柔柔弱弱的安慰着于思远，思远，你别担心，可能是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们先买机票回去看看。谢谢你。看吕一拿出自己的积蓄买的机票，于思远满脸的感动。对于自己的卡被冻结，他隐约猜到了点什么，他的卡是无限额的，银行的人不敢随便冻结他的卡，肯定是明容那个女人说了些什么。反正婚礼
礼过了，也该回国了。依依跟在他身边那么长时间，他们也是真心相爱的，也该给他一个名分了。毕竟他连第一次都给了他。这么想着，于思远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等回国后，他们两个就结婚了。到时候自己从于堂手中接管于氏，就再也没有人能管得了自己了。他都能预想到自己以后的幸福生活了。于是两人迫不及待连夜赶飞机回国，经历了7个小时的航班。等两人早上赶到豪宅时，刚好到早上8点钟。于思远知道于堂一般不待在老宅，直接就朝着于堂的别墅赶来了。我此时正懒洋洋地窝在沙发上看电视，顺便等着于堂的早饭。这几天整天跟于堂混在一起，之前不熟，总感觉他一副尽闲人勿近的模样，现在才发现都是装出来的。他分明就是个妖精，专吸人的精气。为了享受二人世界，于堂还特地给别墅里的佣人们都放了个小假，只有来打扫卫生的阿姨几天来一次就行了。因此每天1日3餐都落在了于堂身上。没办法，谁让我十指不沾阳春水呢？好在于堂也乐意干，每次看我吃的嘴巴鼓鼓的，他都会很恶趣味地戳2下。就在这时，耳边传来机械的声音：“主人，有人敲门。”我拉着拖鞋查看门外的监控，看到风尘仆仆的于思远跟吕一，我忍不住挑挑眉，速度还挺快。你大儿子回来了。我走进厨房，趴在于堂的背后，看着他煎出了一个完美的太阳蛋。人与人不能比，随你处置。于堂眼皮子都没抬一下，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我把于思远跟小白花都晾在门外，自己慢悠悠上楼换了身衣服，才打开大门。别墅很大，外面的院子也很大，这个地方甚至可以说是小型的庄园。之前客人都是坐车进来的，但很遗憾，司机也一起放假了，我也懒得开车去接他们，只能麻烦他们自己走进来了。于思远跟吕一下了飞机以后，就急急忙忙朝着别墅赶过来，连个饭都没吃，现在是又饿又渴的，但为了卡，也只能硬生生在门口等。好不容易等到大门开了，却只能靠着自己的腿走进去。这里可真大呀！吕一眼中闪过羡慕与嫉妒。等我们结婚了，我也给你买个这么大的。于思远自然看不得自己的女人羡慕，十分豪气道：“那一定很贵吧？思远，没有必要的，不管住在什么地方，我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就已经很开心了。”吕一这副全身心依赖的样子，完全满足了一个男人的自大心。这有什么？以后我给你买几个别墅，让你换着住。嘴上说的这么潇洒，等真正到大门前，于思远却有些胆怯了。对于于堂这个名义上的爸，于思远小时候也不放在眼里，但在见过于堂怎么处理不听话的人后，他就听话了。长大后对于堂的手段有了更深的了解，就更加敬畏了。不过于堂极少管家务事，这也是于思远敢放肆逃婚的原因。他认为于堂绝对不会多管闲事，而且他作为于氏的继承人，于堂也不能像处理那些人一样处理他。怀揣着这样的想法，于思远给自己加油打气。爸，他推开门，映入眼帘的却不是于堂，而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人。我对着门外的于思远露出了一个和蔼的笑容。Hello， 你怎么在这？于思远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。他后面站着的就是吕一。吕一躲闪不及，硬生生被踩了一脚，痛得眼中挤满泪珠。听到吕一的声音，于思远反应过来，赶紧去看，没事吧？思远你没事就好。吕一咬着牙，柔柔弱弱道。于思远当着我的面好一阵安抚吕一，然后明荣，我没想到你居然这么恶毒，我干什么了？莫名其妙，从开始到现在，我可都站在原地没动过，别想碰瓷。于思远也意识到这句话有点无厘头了，拐着弯换了一个矛头。我没想到你居然这么无耻，我们的婚礼都没办成，你怎么好意思住在这里？我不喜欢你，我们是没有未来的，这才是我的女朋友吕一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。是什么给了你这种错觉？我疑惑，我无语。好家伙，这孩子连当天的报道都没看。不过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想法？觉得我会纠缠他？我有过多纠缠吗？把自己跟于思远的相处全部都在脑子里面过了一遍，我很确定没有。于思远是脑残吧？姐姐，我知道你跟思远之前确实是未婚夫妻，但你们还没结婚啊！而且我跟思远是真心相爱的，求求你就成全我们吧。吕一已经开始表演了，泪眼睛跟水龙头似的不停往下滴水，他哭得不能自已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受了多大的委屈呢。于思远心疼得紧，直接朝着我大吼：“明荣，你太过分了，这又关我啥事？妈的，我居然有些跟不上这两人的脑回路，有病吧？我同情道，精神病院已经关不下你们了吗？让你们跑到外面来撒野。”于思远半天才反应过来，你才有病。于思远看我脸上的毫不在乎的神情，怀疑我不喜欢他的可能性，但他想想现在在什么地方，这里是于家，可不是明家。明荣要不是为了他，怎么可能会在这里？都是装的。为了引起他的注意，于思远缓了下语气：“明荣，我有喜欢的人了，我们是没有以后的，你赶紧给依依道歉，我们以后还能做朋友。谁和你们做朋友？脑残是会传染的。”正在我准备回怼时，身后传来低沉磁性的声音：“怎么了？”几人同时回头看去，于堂身上穿着定制的黑色衬衫，勾勒出他的完美身材，再配上他那张俊美的脸蛋、禁欲的气质，古节修长的手把碗放在餐桌上，一举一动都勾人的厉害。吕一看的都有些呆了。爸，我们回来了，这个女人为什么在这里？于思远迫不及待朝着于堂问道。于堂没有搭理他，朝着我挥了挥手，过来吃饭。因为我跟于思远和吕一站在一起，于堂勾手的时候，两个人还以为于堂是在跟他们说话。爸，你还特地给我们做了早餐。于思远十分感动，说完就想拉着吕一过去，吕一也满脸通红的跟着。结果两人还没碰到桌子，就被于堂拦了。爸，于思远疑惑，于堂却再次对着我伸出了手。亲爱的，我来了。我立马飞奔上前，当着两个人的面直接握住于堂的手。回头看见于思远跟吕一瞪大了眼睛，张大了嘴巴，我露出无比灿烂的笑。大儿子，叫声妈来听听。于思远跟吕一呆愣在原地，嘴张得老大。于堂可不管他们，直接拉着我的手就坐在了餐桌上吃饭，凉了伤胃。站着的两人愣了足足2分钟才反应过来。于思远甚至忘了压低声音，满脸不可置信喊道：“什么？你什么时候？怎么可能？就在结婚当天啊！”看着这刚才还臭屁自恋的于思远，如今嘴巴张得都能塞鸡蛋了，我就开心，哈哈哈！叫你自恋，打脸了吧？爸，你怎么能娶她呢？于思远忍不住道，看着我满脸嘚瑟的样子，更是以最深的恶意来揣测，他肯定是故意的。爸，他是故意的。再说了，你们之间差了10几岁呢，怎么能在一起？我承认一开始选择于堂确实有点报复的意味，但只是有点，更大一部分原因是我身为明家人，不能让明家在那么多人面前丢脸。像我们这样的人本就不奢望爱情，选择于堂是因为他的身份，况且于堂是真的比于思远强多了，不管是脸还是身材、脑子等等的一切，关键是他还乐意宠着人，差10几岁怎么了？爱情不分年龄。我挑起眉，然后当着于思远的面直接亲了一口于堂的侧脸，报复你
以结婚为代价，你配吗？快，大儿子叫妈，不然我就让你爸换一个儿子。我威胁道。于思远指着我小人得志的样子，愤愤道：爸，你都不管他。闻言，于唐终于舍得抬头赏他个眼神。正在于思远以为于唐终于要教训我的时候，于唐宠溺地揉了揉我的头，我哪里管得了他啊？再说了，蓉嫁给了我，你理应喊他一声妈。看于唐也是站在我这边的，于思远憋屈的厉害，当了这么多年的大少爷，他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？当时就扭头想走。就在这时，他感觉自己的手被人捏了一下，是吕一。他低下头望着吕一满是委屈的小脸，算了，为了跟依依以后的美好生活，我忍。妈。于思远紧咬着牙，憋出来了一个字：哎呀，我的大儿子真乖，哈哈哈！我嘴角的笑终于是憋不住了，笑得极为肆意。明荣看着我笑得这么开心，半点都不给他留面子。于思远脸更黑了，要叫妈？来，儿子，妈还特意给你准备了个红包。我半点不在意，乐呵呵走到于思远面前，从口袋掏出一个红包放在他的手里。于思远都不想接，他一个大少爷根本不缺这一点钱。这时于唐淡淡道：拿好了，不准扔。我忍。于思远咬着牙接了下来，感觉牙都快被自己咬断了。谢谢妈。不客气不客气。我露出8颗白牙。解决完大儿子，接下来就该轮到小白花了。哟，这位就是我未来的儿媳妇。我上上下下打量了吕一遍，虽然之前在照片上看过，但这回真人站在面前，还真是一样的不咋地。于思远什么眼神啊？虽然吕一这张小脸长得确实不错，白生生的，水汪汪的眼睛，但这身材跟搓衣板似的。或许是为了贯彻可怜小白花的形象，她今天还是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，更衬得自己弱柳扶风，单纯无害。但她从进入院子后，眼睛里的贪婪遮都遮不住，这人绝对不是个省油的灯。也就于思远这个蠢货自恋狂看不出来，认为吕一是真的跟他真心相爱。你好，我叫吕一。吕一憋了憋，实在没办法管面前这个看上去比自己年纪还小的女孩叫妈。哦，吕一啊，不错不错，我也不在意，留下了一句，便坐回餐桌前吃饭去了。接下来就该于唐发挥了。于唐秒懂，他擦了擦嘴，你来什么事？一提起此次的任务，于思远立马忽略了刚才的屈辱。爸，我的卡为什么被冻住了？还有我名下的车跟房子。说起这个，于思远就想起出了机场，他本来想开自己的豪车来的，结果只能一路打车过来。那辆车上之前不知道拉的是什么人，里面的臭味闻得他脸都绿了。为什么？你不清楚吗？于唐气势瞬间就变了，语气严厉，浑身都带着上位者的气息。你突然逃婚，你知道会对明家和于家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？后果你承担得起吗？于思远心惊胆战，忍不住想下跪求饶，但想想身边的吕一，为了自己的形象，还是忍住了。我就是不喜欢他，想跟我喜欢的人在一起，有什么错？看着于思远一副自己没错的样子，我冷笑了一声，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得那么简单。你不喜欢我没错，但我们又不是第一天在一起了，婚礼也不是第一天办的。你要是不喜欢我，大可以提前说，结婚前一天逃婚，也没跟任何人说。你这是把我们明家的脸放在地下踩。于思远跟我明是唯一的千金结婚，那就相当于他的身后多了明家的助理，这才奠定了他继承人的身份。不然于家的孩子这么多，比他有能力有脑子的比比皆是，他凭什么？我说完之后，于唐看着于思远，听懂了吗？于思远吞吞吐吐的，再也说不出来自己没错的话。其实他就是蠢，从小顺风顺水惯了，不管犯什么错，大家都看在他是于家大少爷的份上不计较，这也养成了他做事不看后果，想做什么就直接做的性子。我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还想有以后？于唐冰冷的目光扫过来，于思远反应过来，没有以后了。你想跟他在一起？他指的自然是吕一。是爸，我爱他，我不能想象以后不能跟他结婚的日子，我想娶她。于思远立马精神起来，真情实意道：于叔叔，我跟思远是真心相爱的，我真的很爱他。吕一也道，说话间那双眼睛含羞带怯看着于唐。翠，我满脸不屑，都是女人，我自然明白那个眼神代表着什么。这小白花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哦。不过现在不该我发挥，我也不插嘴，可以。但你若是想跟他在一起，就要放弃你于家继承人的身份，同时我赋予你的一切都将被收回，我不会养着一个无用的人。于唐淡淡道，不论这个吕一是什么货色，于家的继承人都不可能娶一个普通女人，除非于思远跟于唐有一样的能力，能保护住自己的妻子，那随便。可于思远20几岁的年纪，还天真的如同一个10多岁的孩子，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于唐给的，于家给的。爸，于思远不可置信道，他只是想娶自己喜欢的女人而已，就要为此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吗？思远听到于唐的话之后，吕一也是一惊，这怎么行？他当初接近于思远，在他面前演戏，就是为了嫁进于家，过上大富大贵、不愁钱花的好日子。要是于思远真答应了，什么房子、车子还有钱都没有了，那他还嫁给他干什么？那还不如让于思远待在于家，只要他捏得住他，到时候想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。可还不等他劝，于思远深情地握住他的手，姨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。下一秒转头答复于唐，好，我答应你，从今以后我不再是您的儿子，于家的继承人，这样我就可以娶依依了吧？不，吕一心里痛得滴血，面上只能装作一副感动的样子。思远，你不用为我做到这个地步的，你本来就是于家的大少爷，以后前途无量。依依，你不用再劝我了，我知道我做的这个决定代表着什么，我答应会娶你，就一定会娶你。你放心，以后我靠着我的双手也能让你过上好日子。于思远一副深情的样子，我坐在桌子上看着两个人驴唇不对马嘴的聊着天，脸上的笑容遮都遮不住。跟这么一个蠢货说话，吕一内心都快要气死了吧？正好尝尝他刚才懵逼的感受，那就不留你们了，走吧。不等吕一把于思远劝回头，于唐已经就下逐客令了，走就走。于思远大少爷脾气一上来，直接拽着吕一就走了。等到两人一走，大门关上，我才抑制不住的笑出来，笑得都肚子疼了。哎呦哎呦，哈哈哈，这么开心！于唐无奈的走上前来，给我揉着肚子，昂起头来，雄赳赳气昂昂的，当然开心。你看刚才于思远的那个脸色都那么黑。不过我一把抓住于唐的手，眼睛亮晶晶的看着他，你真的要把于思远逐出去啊？他好歹叫你爸这么多年，你舍得呀？想喊我爸的不止他一个。于唐抬手揉了揉我的头，而且他太拎不清了，没有担当，又怎么能承担起一事？就该让他吃苦。我点点头，十分赞同。大少爷平时舒坦惯了，一点反对意见都听不进去，又如何担当得起于氏集团？于唐雷厉风行，于思远这边答应，他立马就拿电话给于家人下了命令，任何人不准帮助于思远，违者后果自负。于思远的父母对这个儿子也是恨铁不成钢，当时拼尽全力把于思远送给于唐当儿子，是为了什么？
结果于思远居然因为一个女人拎不清。如果是这女人家世清白还勉强接受，可偏偏是有前科的。所以当于思远打电话跟父母借钱的时候，两人毫不犹豫拒绝了，要让这臭小子吃苦头。于思远这边一脸懵逼的被父母挂断了电话，旁边吕一还在焦急的催促着：思远怎么样了？爸妈答应了吗？没事，我还有朋友。于思远却脾气也上来了，挨个给手机上的朋友都打电话，最后借过来的钱也只有10几万块，听上去似乎不少，但以前他随手一挥的钱都不止这些了。这些捧高踩低的，他气得把手机狠狠往地上一摔，手机当场支离破碎。他安慰吕一道：依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再去过以前的苦日子的，我明天就去找工作，我自己也能让你过上吃穿不愁的日子。吕一沉默地低着头，眼睛里闪过一丝什么，他想要的可不只是吃穿不愁。不管于思远的四处碰壁，我这会已跟于唐去三亚度蜜月去了，阳光沙滩，我来了。我本来是买了2套比基尼，打算到了海边好好玩一玩。于唐也看见了我手里拿着的2套加在一起都遮不住半个身子的泳衣，他挑了挑眉：你确定要穿这个去？对呀，不好看吗？我看人家都这么穿，我特地挑选了很久。我没察觉到他语气里的不对劲，非常开心的拿着泳衣在身上比划着：你先换上看看。成，我十分爽快的答应了。但真到了屋子里，穿上了其中一件比基尼的时候，我还是有些羞涩的。这是一件淡紫色的比基尼，衬得我皮肤更加白嫩，清纯淡雅，妥妥的纯欲风。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忍不住嘚瑟，老娘都没想到还能走这个路线，这不纯吗？简直清纯本纯。于唐真有福气。我走出屋子，不出预料，于唐被我美得目不转睛的，眼睛都不舍得眨一下。怎么样，好不好看？我非常得意的在他面前转个圈，出去玩。正在我蹦蹦跳跳准备开门出去的时候，胳膊被抓住，于唐一用力，我就被他拽入怀中。于唐这回也换了泳衣，上身赤裸着，露出漂亮的胸肌和腹肌，猛地趴到上面，我的脸忍不住烧了起来。干嘛？我觉得夫人这副样子甚美，所以今天还是不出去为好。我可不想夫人这副样子让其他人看到。于唐伸出手撩起我耳边的发丝，低沉磁性的声音勾得人心怦怦跳。那你想干什么？我露出坏坏的笑，轻轻靠近他的耳边，吐气如兰。你说呢？于唐眸色深沉。醒来已经是第2天，我站在镜子前看着自己身上的痕迹。于唐，你个小心眼的老男人！我咬牙切齿，决定回去以后让他睡2个星期的沙发，不，2个月。我明伦可不是这么好欺负的。不过经历过这么一遭之后，我只能遗憾地放弃了我的小比基尼，选择了相对比较保守的衣服。我真的不想再一觉睡醒到第2天了，连续睡几次都能直接结束蜜月回家了。三亚的海滩让无边无际的大海与蓝天融为一色，真的好美啊！于唐就静静坐在躺椅上看着我玩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就把我叫过来给我涂防晒霜、喂水果、喂果汁，我只用躺平张嘴享受就行了。人生最美好不过如此了。而于思远就惨了，他大手大脚的习惯了，虽然从之前那些朋友手里面借到了10几万，再加上之前的一些存款，也能勉强凑个20多万，但在不知节制的花钱之下，还不到1个月20多万就所剩无几了。于思远却一直没找到活干，反倒是吕一找到了个服务员的活，承担起了养家的责任。吕一到现在还怀揣着希望，想着于家可能只是做样子逼自己走，一直坚持在于思远面前扮演着好女孩的形象。于思远自然也被感动得不轻，对他掏心掏肺的，口袋里剩下的几万块钱都交给吕一存着了，还在吕一的介绍下去了一家企业上班。于思远好歹是名牌大学毕业的，应聘进去还是绰绰有余。但于思远嚣张惯了，进了小企业之后，他只是一个小职员，公司里的谁都能踩他一脚，他哪能忍得了？进了公司3天就跟上司打了一架，赔了几万块钱，然后光荣被辞退了。思远，你真的要收敛一下你的性子了，再这么下去，我们以后可怎么办啊？好不容易存了几万块钱，这么一下子全部都败光了。吕一心里烦躁得很，却只能强压下这股气，耐心开导着于思远。我也不想的，谁让他整天使唤我干这，使唤我干那的，还说我没中。于思远低下头，嘴里嘟囔着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一般。经过这些天的经历，他也知道自己不是于家大少爷之后，真的没人会在乎他，只有依依待他，还像从前一样，他不能再失去依依了。思远，我知道不是你的错，但是我们没有钱没有势，只有慢慢熬。说着，吕一拉着于思远的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，我这里已经怀了你的孩子，思远，我们得给他一个好的生活呀。真的？于思远眼睛亮了起来。是啊，所以于思远你要振作起来，要是不能给他一个好日子，那我宁愿这个孩子不要出生。吕一低着头，语气哽咽，不如你去求求于叔叔吧，还有爸妈，他们看在这个的孩子的份上，会让你回去的。你放心，我想让他过上好日子，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力。于思远目光坚定了下来，但他仍旧没有答应吕一去于家求助的要求。他于思远也有着骨子里的骄傲，答应了于唐的事情就要做到，他要靠着自己过上好日子，而不是只能依靠别人。1个月后，我跟于唐度完蜜月回来，在见到于思远的时候被吓了一跳，这还是之前那个桀骜不驯的大少爷吗？头发蓬松布满灰尘，身上的衣服也皱巴巴脏兮兮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哪个工地里的搬砖工。他手里还拎着一箱牛奶跟一盒糕点。你这是？于思远也知道他现在的样子跟富丽堂皇的豪宅格格不入，他难得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脑袋。你放心，我不是来要钱的。什么意思？我皱起眉头，一时没有反应过来。我只是想过来谢谢你。于思远把牛奶跟糕点放在地上，估计担心自己身上的泥土会沾到我的身上。于思远隔着几步远对我鞠了一躬，我吓得往后退了一步，东西也不敢接。谢我？谢什么？谢我跟于唐一唱一和把他赶出去享受生活吗？于思远不会疯了吧？对的，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跟我说的那些话，我可能一辈子都感受不到现在的快乐。我虽然不像之前那么有钱，但能跟依依在一起，我每天都很幸福。于思远脸上洋溢的笑容是装不出来的，他是真的很幸福。这1个月以来，于思远经历了太多，前半辈子被万人捧着过得有多舒坦，如今就过得有多凄惨。吕一怀了孕，于思远自然不舍得让她再出去干活，眼见着手里的钱见底，于是他咬牙又去找了一份工作，在私企里面上班。他忍受不了管理人员的趾高气扬，做服务生跟刷盘子的工资又太低，根本养不起吕一跟未出生的宝宝。于是于思远一咬牙去工地搬砖了，是真的去工地干活了，一天有500块钱，他以前喝一杯酒的价格都比这翻2倍，如今却为了这点钱拼死拼活的。这段时间他知道了底层员工过得有多艰难，这是于思远以前从来都没有了解过的。现在虽然苦虽然累，但看着卡里的工资感觉很充实，每天回家之后看到家里热腾腾的饭菜以及吕一的笑脸，心里暖暖的。这就是家的
的感觉吗？我看到于思远流露出的喜悦，明白了，没想到吕一居然能撑这么长时间。紧接着，于思远又扔出了一枚炸弹，我这次来也是想跟你们说一声，依依怀孕了，我们有孩子了，我以后会靠我自己的努力养好他们的。我心中一惊，面上不显，你过得开心就好，我跟于堂祝你们幸福。于思远等的就是这一句话，他开开心心的走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感觉他跟个二傻子似的，头上还戴着一顶贼大的绿帽子。回到别墅，我跟于堂说了吕一怀孕的事，还有他前大儿子给他送来了一箱牛奶跟糕点，问他要不要尝尝。于堂也有些诧异，他起身打了个电话，2个小时后，一份新出炉的情报就被送了过来。于堂先打开扫了2眼，我好奇的凑了过去，怎么样？吕一怀的真是于思远的种吗？你看看。于堂没有直言，只是把文件递给我，我更好奇了，接过来从上到下扫了一眼，看了一圈，是于思远这2个月的所有经历，怪不得刚刚在门口他说了那么多莫名其妙的话，原来是真的经历了好多。之前是于家大少爷的时候人人捧着，现在倒也知道人情冷暖了，不错，有进步。不过在看到下一行的时候，我挑了挑眉，再想想于思远满脸幸福的样子，看来还是要再经历一次暴击啊。于思远为了妻子跟孩子在奋力成长，这是对的，但可惜他的眼光不怎么好，再等等吧，应该快了。于堂抽走我手中的文件，宠溺的揉揉我的头，看来你也没有之前表现的那样不在乎于思远。我顺势趴在于堂身上，这么快文件都送上门来了，这证明之前于堂就一直派人跟着于思远。没有。于堂摇了摇头，他简而言之，你想看戏，所以他特地派人盯着于思远跟吕一，保证让我吃到第一口咸瓜。你真好。我笑嘻嘻在于堂脸上啃了一口，在他俊俏的脸上留下了一圈牙印。一定要用啃的吗？感受着脸上蔓延开的痛，于堂眼中半是无奈半是溺宠的笑着。不行吗？你整个人都是我的。我傲娇道。于堂低笑，低沉磁性的声音传来，当然可以，这是我的荣幸。不过夫人，我下午要去公司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也可以再啃几口啊。不行。我嗖了一下从他身上蹦起来，赶紧去拿毛巾，有损我的优雅名人形象啊。事实就像于堂说的那样，不用多长时间，1个月，吕一便卖了房子，带着所有钱跑了。于思远花钱大手大脚的，吕一就提议把所有的钱交给他保管。于思远自然是毫不犹豫就同意了。这段时间在工地搬砖1万多的工钱全部都交给了吕一，于思远只有几百块的零用钱。吕一跑得猝不及防，于思远甚至都没有发现一丁点异常，照常下班。回到家之后就发现房子里住进了另一伙人，焦急询问之下才得知原来的房主把房子卖给了他们。于思远失魂落魄的蜷缩在路口，他手里还带着路上给吕一带的草莓。为什么呀？于思远不明白，明明之前都好的，吕一为什么要走？是他做错了什么吗？手里只有几百元，在这繁华的大城市里住1夜都不够，没有被子，甚至连一点取暖的东西都没有。于思远只能蜷缩在公园的躺椅上，在初冬的夜晚中瑟瑟发抖，晚上被冻得怎么都睡不着。于思远的脑海里不停回忆着这半年来发生的事，他终于相信自己被骗了。于思远喉咙中传来像是笑又像是哭的呜咽声，好容易熬到天亮，于思远迷迷糊糊站起来就往公安局走，把他骗得这么狠，吕一也别想好过。在距离公安局只有1步之遥的地方，他双眼一黑，晕了过去。再次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是病房。醒了，我起身给于思远倒了一杯水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于思远喉咙嘶哑，看见我的那一刻明显惊讶了。你晕倒在公安局门口了，警察给我们打电话通知的。我实话实说，于堂他有些事情要忙，你也知道公司有很多事。喝了水之后，于思远喉咙好了很多，谢谢。不用客气，举手之劳。我无所谓的摆摆手，坐回椅子上，有些玩味的看着于思远。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？此话一出，于思远沉默一言不发。我很识趣，不想说就算了。你也醒了，我的任务就完成了，走了。于思远手握紧拳头，越攥越紧。在我即将踏出病房之时，等等，妈！我诧异的回过头，接着扑通一声，于思远从床上下来，直接就双膝跪在我面前。你这是要干吗？我明知故问，我想求你，之前是我不对，我眼瞎，请您大人有大量，帮帮我，让这个一向骄傲的大少爷真心实意跟自己道歉，这可真是不容易啊！我舒坦了，爽快点头，好，真的啊！于思远似乎没料到我这么爽快，我不满的挑挑眉，你那什么眼神？我很心善的。说着，我从包包中掏出了一张纸，递给了于思远。诺，这就是你那小女朋友走的原因。于思远迫不及待接过来，看得十分仔细，连一个字都不愿意放过。吕一根本不如他表现出来的那般清纯善解人意。吕一高中时就打过胎，后来又跟几个小混混搞在一起，注意力都不在课堂上，自然也没考上大学。于是小年纪就要出来打工，他懒散惯了，哪里愿意老老实实干活，每天就挣那2个子。吕一盯上了经常来酒店里用餐的于思远，大少爷自尊心强，养尊处优，这种男人最容易忽悠了。事实上，于思远确实也被吕一忽悠了。如果不是半路跑出来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我，让吕一的计划出现了偏差，他就已经成功了。吕一怀的孩子也不是于思远的，是另一个小混混的。这个孩子比他跟于思远在一起那天还要早2个月，孩子5、6个月就显怀了，这也是他等不下必须要走的原因。不然被于思远发现起了疑心，他就什么都捞不着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哈哈哈！他真把我当小丑看啊！眼泪一颗颗滚落下来，他是真的很喜欢吕一呀。看着跪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的于思远，我啧啧地摇着头，哎，人绝对不能恋爱脑。于思远哭得有多惨，振作的就有多快。前一天还哭得稀里哗啦的，第2天就换上西装去于氏集团上班了。这自然是于堂安排的。不过于思远这次再来于氏集团，就不是副总经理的身份了，而是一个底层小职员。按照于堂的话来说，别想不劳而获，不做出点成绩来，怎么能证明你的能力？能爬多远靠自己吧。于思远好歹是名牌大学毕业的，在底层的位置上摸索的还是很顺利的。在外面磨练了几个月后，他的性子肉眼可见的稳重了很多，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都处理得很好。于堂这个一向容不得瑕疵的也非常满意。吕一离开了于思远之后，过得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。那小混混叫李俊，原本就是个混社会的，没有什么固定的工作。他之前就一直跟吕一偷偷联系，后来得知于思远被赶出于家之后，直接怂恿吕一抛弃于思远，卷了钱跟他跑。吕一也照他说的那样做了。2个人担心于思远找过来，连夜飞到了另一个城。刚开始还有钱能够挥霍，2个人之间过得也还算是和谐。吕一肚子里的孩子有6个多月了，已经显怀了，受孕吐的影响，也没有以前的青春漂亮。李俊嘴上不说，心里却很厌恶，背着吕一拿钱去外面找女人，还跟吕一说是为了他跟宝宝出去干活挣钱。吕一也不是个蠢的，李俊每次回来衣服上都有女人身上的脂粉味，
你是不是背着我找女人了？李俊一脸不耐烦地挥开，我整天忙着上班，哪有空？你别乱想。我乱想？你那身上的脂粉味重的，生怕别人闻不出来。吕一冷声道，我跟你说，李俊，我们两个现在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你要是敢对不起我，我就让你好看。之前哄他的时候甜言蜜语，这个时候不耐烦了。完了，李俊脸色一僵，扭头一把抱住吕一，眼神深情，小姨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对不起你的，我爱你。吕一没注意到李俊眼中闪过的厌恶，他相信了李俊的鬼话，甜蜜地抓起李俊的手放在肚子上，我也爱你，我们的宝宝都已经6个月了，再过几个月你都能看见他了，我们会幸福一辈子的。对，我们会幸福一辈子。李俊眼睛里盛满深情，我看着私家侦探发到手机上的视频，忍不住想笑，这吕一究竟是蠢还是聪明，能把于思远耍得团团转，却看不出来李俊同样在耍他，难不成这就是所谓的一孕傻3年，或者是被爱情蒙蔽了双眼？不过在我看来，吕一可不像是一个坐以待毙的人，如今只差时间问题，就静看他们狗咬狗吧。2个月后，李俊跟一个女人去酒店开房，被吕一当场抓住，吕一简直都要气疯了，他为李俊放弃了这么多，李俊就是这么报答他的吗？愤怒之下，他忘记自己还怀着8个月的身孕，上去就跟那个女人扭打在一起。李俊自然是护着自己的新宠，一片混乱之下，吕一摔倒早产了，孩子生下来是个死胎，那是个已经成型的男胎，而吕一因为早产加大出血，子宫保不住了，以后都没有怀孕的可能了。在此期间，李俊甚至都没来看一眼吕一，一直陪着那个女人，只在听说是个男孩的时候惋惜了一下。吕一被渣男贱女害得流了产，不能生育了，自然也不会放过他们，他这一辈子都会死死纠缠着李俊，直至双方都不得好死。我把吕一这几个月的情况拿给于思远看时，于思远正在研究一个大项目，已经不眠不休2天2夜了。他之前为了吕一自愿放弃了于家继承人的身份，如今就算是回来也不可能再回到这个位置，他要跟其他的少爷小姐们竞争，谁有能力谁才能爬得更高。于思远从一堆文件中抬起头来，看到纸上写着的吕一2个字，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之前刚意识到被吕一骗的时候，那种想死的感觉，现在想起来都有些可笑。之前是他太不成熟了，但此时看见吕一的下场，心中不免升起一抹幸灾乐祸。骗人感情倒霉8辈子，不过还要感谢吕一，如果不是经历了他这一遭，他一辈子都不会成长。于思远释怀一笑，谢谢妈，以后有关他的事都不用拿给我看了，我已经不在乎他了。说的对，我给他竖了一个大拇指，就冲他能叫我妈，这大拇指都得竖起来。晚上洗漱完了，躺在床上，我想起了这件事，当笑话跟于堂说起了吕一的事。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何况他本就不聪明。于堂不甚在意，能把于思远骗住，那是因为于思远更蠢。我表示赞同。说起这个，于思远的反应倒是让我没想到，他之前不都一直想着什么情情爱爱吗？怎么变得这么快？我看他现在都快要断情绝爱，皈依佛门了。于思远能这么快从这件事情上抽身，是出乎我的意料的。听着我的小嘴不断巴巴着关于于思远的事情，于堂终于忍无可忍，声音阴哑，既然夫人这么闲，不如我们做一些好玩的事情吧。要不算了吧，我明天还要去公司，不能留下痕迹呀。总而言之，这场未婚夫逃婚他爸顶上的啼笑皆非事件中，我跟于堂意外的合拍，于堂也很宠我。3年后，我与于堂拥有了一个小宝贝，是个女儿。不过女儿并没有继承我的美貌，而是继承了于堂那张俊美的脸蛋，这让喜欢女儿的于堂面对着那张跟她相似的脸，有些下不去嘴。不过我就没那么多顾虑了，于堂那张脸长在女儿的脸上也没有什么违和感。于堂平时那么闷骚又高冷，女儿却整天昂着小脸，萌萌哒对着我撒娇求抱抱啊，超可爱的好吗？等到女儿稍微大了点，我给她买了一大堆的小裙子，各式各样的公主裙，卡哇伊的、帅气的，还有搞怪的。只能说时尚完成度靠脸，不管是哪件衣服穿在女儿的身上都是那么合适。女儿也很喜欢这些漂亮衣服，每次我买新衣服，她都会很积极的凑过来任我摆弄。再代入一下，相当于在玩奇迹糖糖。于堂对此很是无奈，却阻拦不了我的恶趣味。我还买了不少亲子装，可可爱爱的睡衣恐龙，一家3口每个人都有。看着于堂穿着恐龙睡衣，不管做什么都笨手笨脚的样子，这要是让他公司里的那些人看到，估计是要笑疯了吧。反正我是憋不住了，哈哈哈！别笑了。于堂无奈，回应他的是我更猖狂的笑声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明容。于堂恼羞成怒，上前一把堵住我嘴，哈哈哈！我发不出声音了，我举报他耍赖。正在我俩亲的忘我的时候，一边传来了奶奶的甜甜的声音，我也要亲亲。低头一看，原来是我们的小宝贝啊！我跟于堂双脸通红，羞的亲亲女儿不明所以，举着小手要抱抱。于堂把小宝贝抱起来，我跟他默契的对视一眼，一左一右，在女儿白嫩的小脸蛋上印上了2个吻。